我兄长是天界第一战神，我是天帝唯一宠妃，日子奢靡潇洒，众神退避。直到兄长陨落魔渊，消息传回，天帝迫不及待废了我立心爱的凡女为后。他们大婚当日，我跳下诛仙台，所有人拍手叫好，说我跋扈善妒，早该去死。唯有天帝心间钝痛，墨发成雪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乃水仙，兄长是我，我是兄长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哥哥陨落消息传来那一日，我正在谪仙宫里品尝3000年一开花，5000年一结果，万年才成熟的碧落葡萄。据说这玩意儿吃一颗能增1000年寿命，嘬一口能长100年灵力。我每天要炫3大盆，无他，哥强悍，妹享福。娘娘，外头传言战神大人陨落，您怎么一点不担心啊？竟还吃得下？蟠桃哭成泪人，一抬头见我又干完一盆，无语的眼泪倒流。我咂巴下嘴，就是知道哥哥陨了，我才抓紧吃，再不吃没机会了。哥没了，妹完了，仙妃待遇要凉凉了。蟠桃不解，我没有解释，抓紧去拿下一盆，刚拿起一串，剥了皮还没来得及送进嘴里，一阵强风平地而起，直接把这葡萄给湮灭。金灿灿的身影伴随着装逼指数满格的压迫感一起出现。陛下。蟠桃瑟瑟发抖的行礼。来人正是我的夫君，刚接掌天宫3万年的天帝轩辕浩。看见我，他不再如以往那般温柔多情，而是带上几分掀开头顶巨石的畅快。恒灵，你可知横线已陨落魔渊？我心痛地将指尖上残存的汁水嘬干净，抬眸，陛下看过魂灯了？自然。仙人手段繁多，若非魂灯陨灭，绝不敢轻易断定谁死谁生。轩辕浩谨慎得很，他也只有确定横线真陨落了，才敢与我来摊牌。因为我的兄长横线乃天界第一战力，强得让人颤抖。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他在，我横灵仙妃的地位无可撼动，哪怕天帝也不行。但现在他答了，我和白月今日大婚。轩辕浩深吸一口气，吐出这句话。哦。轩辕浩蹙眉，补充，立他为天后。我不意外的点头，看得出来，你和他是真爱。数年前，轩辕浩亲自下凡，带回一凡女，宠到极致，亲自为其开灵脉，还跋涉万里，寻了最适合他体质的功法，更是耗费无数珍宝，为他量身打造了一整套法宝，比对我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今还立为了天后。要知道，当年靠着兄长扶持他登上天帝之位的巨大功劳，我也不过只得了个仙妃。没想到我如此淡定好性儿，这样一贯为我骄纵而头疼的轩辕浩有了一丝不适应。你不生气？我看他，我生气你就会不娶白月吗？不可能。轩辕浩断然道，我等他许多年，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。我当然知道，轩辕浩早在我之前还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他刚下凡历劫那会儿和凡女爱上了，但被前任天帝嫌弃拆散，这成了轩辕浩神生中最大的遗憾。我当初还道已是过去，不想轩辕浩一直没忘记，如今翅膀刚硬，就要卸磨杀驴，迎娶娇妻。我轻轻叹息，起身盈盈一拜，真心祝愿。那就恭喜陛下，祝恩爱白头，永不分离。轩辕浩着实震惊不小，这与以往骄纵任性，不许他立后娶妃的我大相径庭，这反而叫他接下来的话不好说了。我抬头，陛下还有话要说？我答应阿月，许了他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轩辕浩十分愧疚的模样，所以恒灵，我放你自由。说完，轩辕浩迅速离开，临走前还给我的谪仙宫下了封印，怕我跑出去破坏帝后大婚。其实他想多了，我不是不识趣的神，东西坏了就丢掉，感情没了就放手。倒是蟠桃哭成了泪人，娘娘欺人太甚，若是战神大人还在，他怎敢如此待您？我捏捏他的桃子脸，安慰，别哭，问题不大，反正此地灵气稀薄，也该离开了。这些年，天宫灵气已逐渐养不起内伤严重的我了。若非惦记轩辕浩，我早想离开。娘娘，蟠桃直觉我话里不对，但以他的小脑袋想不到那么深。我将它变回原形，收入界虚空间之后，轻易破开轩辕浩的封印，
在一片喜庆热闹中直奔诛仙台，一跃而下。我叫恒灵，天地间第一朵水仙花，柔弱但能打，因出生地在玄武神兽屁股滑吊上沾了他的凶力与神通。最开始玄武可高兴我的出现了，直到我化形觉醒自己的天赋神通，一分为二。和神仙的分身不同，我的这一分为二等同双生子，但又与双生子不一样，分则各自无敌，合则耗费灵气。不到1000年，玄武神兽出生自带的洞天福地被我差点吸干了。有一天睡醒，我发现旁边的山空了，石壁上留下一句话：养不起你了，滚犊子。是的，玄武神兽连夜搬家跑了，就因为我蹭了他一丢丢的灵气，小气鬼，喝凉水。我嘀嘀咕咕踏上乞讨灵气之旅，但每一个地方都待不长久，只要超过一定时间，别人就发现附近灵气不够用，全部聚集在我家，然后疯狂追杀我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反杀他们，一路杀，抢，倒也闯出些许名头，谁见我都得号一句：灵气杀手来啦，快带着洞府灵脉跑啊！就这样，我一路颠沛流离，击1顿，击2顿，击3顿，直到遇见了金灿灿的，一看就很有背景的2代轩辕昊。轩辕昊彼时还不是天帝，只是天帝诸多儿子中最不起眼的一个。他外出历练，因为穿得太好，加上没什么经验，被人打劫。他被扒得光溜溜的挂在野外树杈子上，摇晃着威胁人家说自己是天帝的儿子，惹得人家要回头灭口。我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仅一招，那化神级别的打劫犯归西，随后轩辕昊的随从们才匆匆赶来。轩辕昊手忙脚乱，穿回华贵的衣裳，之后红着脸端起架子问我：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我的视线从他那些闪瞎人的法宝上收回，擦了擦口水，我想要你。据说天宫是3界灵气最浓郁的地方，定能让我吃饱。轩辕昊脸由红变白，大惊：你，我对男人没兴趣。我更震惊，我只是想跟随殿下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轩辕昊脸爆红，既然你这么想跟随本殿，那便跟着罢。天帝的儿子确实好得不行，哪怕不受宠，那灵石法宝丹药多的也让从前贫穷如乞丐的我害怕。短短数月，我浑身上下焕然一新，10里地外都能看到我身上法宝散发出的光晕。随机闪瞎一个路人，从赤贫一跃颠奢，我只用了3句话。后来为了多拿一份，我又建了个小号横线，期间保护着轩辕昊顺利度过历练，还帮他在这次3界新人历练赛里拔得头筹，一鸣惊神。轩辕昊被他的天帝爹好一顿夸贺赏赐，连兄长也被夸有前任战神之风。一时间，我们兄妹跟着轩辕昊闻名天宫，各方势力抛来橄榄枝。轩辕昊非常开心地嘉奖了我和兄长，给了他一大堆天才地宝。至于我，轩辕昊选择了肉肠。这天，我正抱着从双心里挑出来的万年谢圣莲当零嘴啃，房门被敲响。打开门，从来一身金灿灿的轩辕昊难得换了一件纯白色的长袍，墨发披散，眉眼如画。最绝的是，衣裳从胸口开到肚脐眼，露出饱满的胸大肌和粒粒分明的腹肌。我这朵没见过世面的小水仙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，立刻就伸出了手。摸上去的那一刻，我眼泪从嘴角喷出，在心底发出一声喟叹：极品呐！洒家这辈子值了。轩辕昊温柔拭去我的口水，还带诉说衷肠：恒灵，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？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拉着他就上了床，赶紧的说那不值钱的话。这一夜烛火未熄，战火纷飞，我被折腾到了天亮，爽飞了天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和轩辕昊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轩辕昊对我很好，天才地宝、法宝丹药，但凡我想要，他都不吝啬，还从不激恼我每次把他洞府的灵气吸走一大半。外面传我奢靡铺张，法宝只用1次就丢弃，灵气吸1口吐10口，丹药当糖豆。轩辕昊替我撑腰，我的恒灵就该如此，你大胆用，有我兜底。天帝训斥他后宅女眷跋扈，铺张浪费，要他贬斥我出府。他据理力争，被赏了一顿板子，还红着眼安慰我，是我没用，若我是天帝，今日就不敢有人智慧你1、2。我道，那就做天帝。彼时天帝有70、80个儿子，轩辕昊不是最优秀的，
也不是母族最强盛的，想扶起他不容易。好在我能打。说干就干，我开着横线的号在外大杀四方，屡屡建功得褒奖，公开支持轩辕浩，因此被他的兄弟针对，各种设局连环杀。有好几次我在魔渊险些回不来，若非天宫灵气够多，我又身负特殊神通，多一个血条。好不容易他成天帝了，我这副才想区3万年，压带着白月光回来了。诛仙台上狂风骤起，我在泼墨天空中看到轩辕浩带着众神赶来，一看到我，神官们就开始指责。横灵仙妃特意来诛仙台，意欲何为？还能为何？怕不是想威胁帝君不许取后吧？太跋扈了，从前仗着横线战神就横行3界，如今连天后之位都想染指，过分。轩辕浩脸色难看，冲着我喊：横灵，休要胡闹了，赶紧下来。我懒得和他们多说一句，逆着风起跳。天地异象骤起，似有远古哀鸣从我四周传来，震得我耳膜发颤，甚至时间在这一刻变得缓慢下来。我清晰地看到轩辕浩苍白下来的脸，以及他不顾其他神官阻拦，想要拉住我的仓皇。横灵，声音撕心裂肺，好像痛苦至极。有什么用嘞？现在急了，早干嘛了？眼睛一闭一睁，我对上了一双铜铃大的树瞳，土黄色，格外凶厉。砰！我抬手就是一记飘飘拳过去。嘶！横灵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这熟悉的声音，我惊喜道：老乌龟，原来你躲来魔渊了。自从受伤后，我和小号横线的感应断断续续，对于他在外的境况很难完全掌控，只大概知道他身体状况，血条还剩多少。没想到他早和老乌龟遇上了。听到我的话，玄武面色暴躁：什么叫躲？我那是搬家。他屁股上的腾蛇探来和我来了一个久违的贴贴，我抱着他的舌头好一顿亲。想死我了，小蛇蛇。玄武一边把屁头上的舌头推开，一边骂我：才几千年不见，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惨？什么几千年？你抛弃我已经3万年了，你知道吗？玄武面色愧疚一闪：我那是。他很快反应过来，怒道：别扯开话题，你神丹哪里去了？神丹是我们天生地养神明自带的本源之力，当初为救轩辕浩一命，我把我这个号的一半神丹给了他，代价就是需要灵气的量是从前100倍，且像个漏斗，一进一出。因为这个，天宫神官明里暗里对我意见颇多，说我光吃不干活，是貔貅。拜托，貔貅能有我漂亮？他还没玄武帅，还说我霸道，天宫妃嫔只有我一个，都因为我专横，仗着横线要挟轩辕浩不许别的女仙入天宫。天地良心，我真没要求轩辕浩从一而终，是他心有所属，要为那位凡女真爱守身如玉。谁懂我的苦啊？自从轩辕浩成天帝之后，我多久没睡到他了，害得我一度以为轩辕浩那次是伤到了，买了不少补品，浪费我不少钱。我淡淡道：没多大的事，就是谈了个对象。玄武刚想嘲弄我几句，陡然抬头：怎么回事？深不见底的上万年的魔渊上空忽然被一股奇异的风荡开，天空苍白如雪，随之而来的还有那亘古不变的悲鸣声。这是天生神明陨落才有的异象。我依然淡定：哦，应该是诛仙台的异象传过来了吧？我从那回来的。玄武土黄色的树瞳变得圆润，有一刹那的呆滞。你从哪儿回来的？诛仙台。传说诛仙台不诛无罪神明，一旦神明从诛仙台跳落，便是天地有过，要受天地惩罚。具体是什么不知道，不过管他呢，又不是罚我。天宫诛仙台悲鸣不断，无数神仙惊异地待在原地。横灵仙妃居然真的跳了诛仙台，为什么她跳诛仙台有这么大的动静？她明明有很多罪过啊！轩辕浩面色惨白，无数神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，又有很多灵力不受控制的要奔腾出去，他捏着心脉处，痛苦不已。终于，那躁动的灵力突破了他的禁锢，从他神丹之上剥离，于半空形成半朵浅金色的花形，而后毫不留恋地飙射离开。噗！轩辕浩单膝跪地，口吐鲜血，在众神错愕的眼神之中，墨发成雪。昏倒前，他念着横灵，
帝君！众神吓坏了，顾不得诛仙台相，连忙着人抬着轩辕昊回宫诊治。诊治结果让他们大惊，天帝轩辕昊的神丹居然是破损的。听说帝君初继位时遇到过一次龙族暴乱，他御驾亲征，却受伤严重。然而回来的时候，帝君境界反而升了3个大境，这才彻底镇压3界不平。难道这是真的？我记得那次横灵仙妃随行回来之后，他境界反而跌了不少，比天宫刚化形的宫娥们好不了太多。莫非是他救了帝君？众神惴惴不安，他们仿佛这时才记起，横灵仙妃的哥哥横宪是赫赫有名的战神，哥哥凶悍，妹妹又如何会是草包？但如今说什么都晚了。横灵仙妃和横宪战神都陨落了。轩辕昊昏迷没多久就醒了，一醒来就直奔诛仙台，拦不住的就要往下跳。本来看他境界跌落，一瞬白头，没来得及惩罚的天雷怒而劈了几个响雷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味道。众神官眼睁睁见自家帝君被劈成煤炭色，以为他出了事，正想要不要上前营救圣驾，便见轩辕昊从地上爬起，抖着浑身的黑粉往诛仙台跑。他嘴里还喊着横灵横灵。众神官，天雷又劈了一道，轩辕昊倒地，过一会儿又起来，天雷再劈，轩辕昊依然不屈服，拼了命往诛仙台上一点点凑近，眼瞳泛着红。横灵，我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不取后了，我只要你一个。这一幕别说天宫神官，便是天雷都沉默了。天后，有神官回头发现不知何时身着人间凤冠霞帔的天后来了，连忙行礼。白月不语，只隔着红纱看着自己的夫君卑微地匍匐在诛仙台上，求万古神明还回他的横灵。横灵是谁？他轻声问。神官们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横灵仙妃的大名3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嚣张奢靡，跋扈专横。然天后乃凡女出身，来天宫不过数载，有帝君授意，没人敢告诉她横灵仙妃的存在。也是这时候，众神官才惊觉跋扈善妒的横灵仙妃似乎从没想过找凡女的麻烦。无人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。白月笑了下，转身离开。天后，帝君，天后他，神官们想要告知轩辕昊，白月发现横灵仙飞了，伤心的跑了。结果轩辕昊毫无反应，而离开的天后居然去而复返了。她换上从前常穿的青绿色长裙，手中捧着一座黑色的烛台。魂灯，这不是横灵仙妃的魂灯吗？神官们瞪大眼，天后要干嘛？白月捧着魂灯一步步进入诛仙台，刚进一步便险些被台下的风仙飞，好在身上还带着轩辕昊给的法宝，人稳住了。轩辕昊，他走进趴在地上鬼迷日眼念叨没完的轩辕昊身旁，扬了扬手上烛台，横灵仙妃魂灯灭了，他死了。轩辕昊猛地抬头，抢过白月手中的魂灯，宝贝似的藏在怀里。不可能，横灵不会死的，他那么强，当年他神丹给了我1半都能活。他说过，只要有灵气，他就不会死。所以我才……他忽然哽住了。白月接过他的话，说道：所以你才残忍地赶他走，只为在我这里圆谎。你以为他不会怎么样？是啊，他很强，但这不是他应该被你伤害的理由。轩辕昊，你真的过分。白月要早知道轩辕昊身侧有人，根本不会跟他回来。轻轻闭眼，再睁开，这个凡间来的姑娘坚定道：还没过堂，大婚便到此为止吧。说完便转身离开了，和横灵一样的坚决无情。而轩辕昊抱着横灵破碎的魂灯，又哭又笑。这日本该挂红的天宫披了白。天帝轩辕昊向天下昭告，永失所爱。魔渊地底感受到久违的强健，我正高兴，忽然又感知到另一半神丹离我越来越近。很快，神丹没入我体内，失去的灵力和境界回归。四周魔气动荡不安起来，黑暗之中，绿油油的眼瞳亮起，不知何时，魔物倾巢出动，包围了我和玄武。来得好！我哈哈大笑，让玄武别动，提着横线用惯的铡刀冲进魔物群，杀了个昏天地暗。这些年，即便有横线带天宫精兵强将镇压，魔渊的魔物也时不时出来骚扰边境的众生。魔物的残忍，
我在天宫都有所耳闻。既来了，便好好杀一杀，不为轩辕号，是为这三界诸生。玄武常说，身为最初神灵，是背负使命的。我深以为然。这一杀，便是几百年过去，直到玄武来阻止我，我才发现，再往前就是魔物的老巢了。来都来了，索性将魔物的老巢端了。玄武看着杀红眼的我，二话没说，用藤蛇咬了我一口，把我毒晕了。再杀下去，我怕你就成魔物了。再次醒来，我在魔渊边境的一处小客栈里，玄武不见了，估计怕我找他算账。不过既来了，我便在此留了一段时日，品鉴一下风土人情。你别说，这里的男修们是比天宫那边的带劲，一个个身材爆好，古铜色的肌肤，块块分明的腹肌，一摸还能伸缩，而且他们看着人高马大，却纯情的不行。我有点乐不思蜀了，更觉得从前还是没见过雄性，以至于挂在轩辕号这根小树苗上，忘却了整个森林之美。女君，蟠桃风风火火地冲进来，看到我正摸着一位不知什么品种的雄性硕大的胸肌，发出谴责的目光。女君，您怎么还坐得住呀？怎么啦？我稍微用了点力，那小雄性发出闷哼，脸红得像猪果，我很想立马将它办了。但蟠桃着急拉着我走到一边，帝君出事了。我不在意，他不早就出事了吗？这段时日出来，我听到了不少八卦，比如说轩辕号因为我一夜白头，境界跌落，又比如说天后和轩辕号分居，三界众生揣测是因为我的关系，诸如此类，狗血又没逻辑。但我听得蛮开心的，我很享受被人谈论记住的感觉，骨子里的自恋。不是之前那些，是蟠桃话都没说完，小脸已经煞白下来，是龙族又打来了。我笑意淡去，龙族？是，他们说帝君白发是为不及，不堪为帝，要拨乱反正。蟠桃说着，焦急不安，怎么办啊娘娘？帝君他不会输吧？之前他就没打得过龙族太子，要不是您用神丹救了他。话没说完，我已经掠了出去。女君，蟠桃赶紧追上来，惊喜道：女君可是要去找帝君？他是我和轩辕号一起种下的桃树上结的果，总期盼我能原谅轩辕号，和好如初。不是，去找龙族太子。我看他皮又痒了。龙族在一处鸟语花香的海岛之上，此处灵气浩瀚，不比天宫差。踏上这处土地之际，我便听到龙岛上传来兴奋的叫声，嘶昂嘶昂。没过多久，一体型庞大的紫金龙从远方游来，在离我数百里之际，化为一俊美骚包的男人，手握一柄用灵脉之心打造的扇子，翩翩而来。恒灵，我就知道你没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问他。男人哼了一声，我不告诉你啊。我一脚踹上他的腰子，将他踏在海里，喝了半天的海水，我耐心有限，敖彻，我咕噜噜中了。我抬起脚，敖彻浮上海面，哀怨地看着我，你为什么对我总这么凶残？好吧，好吧，是因为当年你打败了我，龙之岛记录下你的气息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拧眉。敖彻陡然变得羞涩起来，还有，龙之岛选中你为我的太子妃了。我震惊地后退了几步。敖彻很受伤，怎么，你不开心吗？我哪里比轩辕号差了？他只给你个仙妃之位，你就很高兴地同意了。我龙族的太子妃可不比仙妃地位低，你该不会因为这个才闹事的吧？我眼皮狂跳。那倒不是。我心还没落下，便听敖彻凶狠地说，是轩辕号居然敢为了一个凡女如此待我的太子妃，我龙族绝不受委屈，所以我决定取他狗命，为你报仇。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当年为了轩辕号，我差点把敖彻的龙筋抽出来，要不是龙之岛那群老的亲自出来，而我当年又只是孤身一躲，加上吐血昏迷的轩辕号，敖彻恐怕早就被我炖成灵气大补汤喝了。就这样，他还看上我了，有受虐倾向吧？敖彻，让龙族撤兵。我神态缓和了些。敖彻拧眉不愿，我和轩辕号以个不相欠，不需要你为我出头。我再次开口。可是敖彻还想说点什么，我打断他，敖彻，别逼我对你有点感动的时候删你。
敖彻立刻闭嘴，麻溜给处在天宫门口的群龙发去讯号，让他们撤离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拦住要走的我，诚恳道：恒灵，反正你已经离开天宫了，不如来我龙族做我的太子妃。我龙之岛灵气充裕，够你用，也无任何龙敢对你指摘。龙族会成为你的后盾。他将手中扇子一甩，通往龙之岛的彩虹桥打开，漫天七彩的光芒普照而来，龙之岛群龙吼叫，向三界宣告他们对我的欢迎。这是龙族最高仪式。我抬眸看着敖彻期待的脸庞，轻轻一笑：敖彻，我才是自己的后盾。从龙族离开，我去往人间，听闻凡俗美食诸多，从前没机会，如今定要尝尝。蟠桃不解：娘，女君，您让龙族太子退兵，为何不告诉陛下呢？他若知晓，定然会十分感动，说不准就。我又不是为他，需要他感动什么？蟠桃错愕：您不是为陛下，那为了谁？我笑笑没回答，说为苍生有点装，虽然我挺爱装的，但轩辕浩执政确实比龙族对三界更合适。人间在战乱，满目疮痍。我叹息一声，来的不是时候。正打算离去，敏锐察觉到有魔气存在。几百里外，尸骨堆积成山，长相丑陋的魔物将躲在尸体最下方的小女孩抓了出来。嘻嘻嘻，他扑咬过去，小女孩拼命挣扎，哪怕知道不敌也没有放弃。我伸手轻点，魔物湮灭成灰。我眺望远方，那里黑雾浓郁，魔物无数，甚至还有许多高阶魔物在潜伏。想来是因为我前几百年在魔渊杀得太狠，一些魔物逃窜来人间为祸。蟠桃，随我去除魔。魔物比我想的要多很多，我杀了上百年都还没能完全处理干净。这已经不单是逃窜魔物的事了。我给玄武传了讯：老乌龟，魔渊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本以为他会和以前一样装死，没想到他回复我：就这，你好歹说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再给传讯，他又装死了。预感不妙，我加快了除魔的速度，终于在20年后还了人间一片清明。离开时，我听蟠桃说人间为我修建了一座神像。我瞥了一眼，怔住，还挺像的，你给他们画的？没有。蟠桃头摇成波浪鼓，是大赵开国女帝亲自给的画像。我当时也很惊讶，怎么和您几乎一模一样？大赵女帝，100年时间，人间战乱纷飞，王权更替极快。我倒没注意，竟出了位女帝。是，这位女帝似乎得了什么造化，天生拥有看透魔物的灵瞳。在她之后，每一位皇室血脉，女子必为灵瞳，也因此大赵女子当政。原来是她。我想起那个在魔物爪下依然不屈服命运的小女孩。想来，那日她看到了我。魔渊和我离开时大有不同。绵延千里的魔气将我曾经住过的小客栈摧毁殆尽，好在附近有人类修士以及天宫和各族派来的战士们驻守，魔物倒也没肆虐太过。我直接从他们头顶掠过进了魔渊，一路找到玄武所在地，终于知道魔渊出了什么问题。魔渊祭坛上方漂浮着一个小小婴孩，粉雕玉琢，精致无比，偏生黑红的魔气让他多了几分邪气。魔气居然都是从他身上出来的。我呢喃：玄武，你没觉得他和你很像吗？像吗？我仔细看了看，坚定摇头，不像，没我好看。玄武，自恋，他低骂我无辜，我不自恋还叫水仙吗？玄武别开头不理我了，腾舌探过来和我贴贴，嘶嘶嘶说着什么。你说魔渊的魔气抑制不住，是因为这里没成一界。嘶嘶，我震惊，什么？你之前是驻守魔界的神兽？哇咧，你们居然是大反派！你才大反派，世界有光就有暗，而且玄武本就代表了暗。玄武忍不住再次开了口，所以这魔气是你泄露出去的喽？我一句话总结。玄武翻了个大黄眼，是因为没有魔主引导，魔气才会四泄。这几万年我一直在镇压吸纳，但是跟不上它出现的速度，直到什么？直到你出生。恒灵，你是下一任的魔主。我呆住，瞪大漂亮的眼眸看着玄武，
不可置信道：“你开玩笑呢吧？谁和你开玩笑？你想想看，是不是在魔渊这几百年的时候，从没为灵气愁过？”不等我点头，玄武便道：“那是因为你出自我身，灵气魔气对你来说是一样的东西，而你离开后，魔气再次充盈，开始肆泻。还有那些魔物，也因为没有魔主，无法开灵智。”他抬头点了点那和我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魔物婴孩，继续说道：“若你不做魔主，3界魔物便杀不尽，拦不住，终有一天世界会被暗吞噬。”我问他：“这么简单，你不会现在才告诉我？还有什么？一并说了吧。”玄武沉默良久，才道：“你这丫头片子，从来聪明。”他轻轻闭上眼，说道：“若成魔主，你便永远不可踏出魔界，那么与轩辕浩也不再有可能。”原来是担心这个。我大舒一口气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我祭天呢，就这算什么？我这不是怕你伤心吗？何况你和他确实有夫妻缘分，若不能在一起，你不会伤心难过吗？又或者万一为了他做出什么离谱的事来怎么办？玄武信誓旦旦，他活得久看得多，上古时代又不是没出过这种恋爱脑的灾祸。那当年你躲开我，也是有意为之，想让我自由快活一段时间。我问他，玄武没回答，但我明白，他嘴上不说，实则拿我当他的幼崽看待。老乌龟，我抱住他的大脑袋，轻轻道谢：“你曾说过神明都有使命，既如此，我又为何例外？3万年的自由足够了。”我悄咪咪地成了魔主。魔界开始建设，因为最初魔物灵智未开，帮手只有蟠桃、老乌龟还有敖彻那个家伙。好在龙族强悍，当苦力用，十分得心应手。这天我正在规划给老乌龟的莲花岛放在哪处，一个小魔物跌跌撞撞冲进来：“不好啦，女君，天帝杀上门来了！”我转头瞪向蟠桃，眼神十分谴责：“你告诉他了？”蟠桃指天发誓不是他说出去的。蟠桃虽然很想女君和他和好，但是从没干过叛主的事呀。女君您信我？这个我还是信他的。毕竟小蟠桃虽然是我和轩辕浩一起种出来的，但他一直对帝君不怎么喜欢，可能因为他是桃子，轩辕浩真身是猴吧。那就只能是敖彻那个幼稚鬼了，估计去轩辕浩那边嘚瑟，把他引来了。女君，这可怎么办？天帝找上门来，会不会因为你现在的身份大发雷霆，攻打魔界啊？蟠桃担心的不行。我好笑的捏了捏他的小脸蛋，之前不是很盼望我们和好的吗？那是之前。蟠桃跟您在人间除魔那些年是有所长进的，再说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家了，见多了战火纷争，凡人流离失所，这颗小桃子发现天地实际上很大，并非只有情爱。我正要夸他一夸，远处传来一阵骚动，金灿灿的光和威压笼罩整个魔渊，七彩团云拉着一架镂空金马车从远方奔腾而来。对于天帝，魔渊还是拦不住的。马车上坐着一道熟悉的身影，他低头，我抬眼，隔着云雾，我与轩辕浩对上了视线。堂堂天帝居然亲自找来了魔界。我把轩辕浩请到魔渊边境我曾住过的那家小客栈，附近修士极多，轩辕浩一声令下，天公清场。修士们远远瞧着，不太想离开。轩辕浩从不知低调为何物，他一出场便彰显了身份。同样的，我的身份也呼之欲出。这些年，天帝和横灵仙妃的纠葛在3界已经被编出了986个版本流传，如今现场撞见，这群修士们不怕死地徘徊，估计等他们回去又要多一个新版本了。等到周围只剩我和轩辕浩，我亲自烹茶一杯，放在他跟前，如见就有，好久不见，你成熟了不少。轩辕浩雪发金山，神色清冷，如高山之巅那一捧雪，比从前硬装逼自然许多。一听我开口，轩辕浩便红了眼眶：“横灵，为什么骗我？你说失去神丹不会死，但你魂灯灭了，我以为你死了，可你一直都好好的，还成了魔主。既然你好好的，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”我轻嘬了一口热茶，等他指责完才淡淡道：“首先，神丹给了你之后，我用灵气维持寿命，因此我被天界神官们上奏铺张浪费，哪来的骗？其次，魂灯灭了就是死了，只是我血脉不同，所以能活，哪算得上骗？最后，你以什么脸面要求我回来找你？
就因为天后和你分居了？轩辕浩眼中闪过痛楚和羞愧，他讷讷道：可你当初没有说只能有你一个，我是天帝，三宫六院不是正常吗？何况我并没有，而且如果你说了，我会。你会吗？我打断他。轩辕浩对上我平静的眼睛，想说会，可那个字怎么也说不出来。当年他的天帝爹看我不顺眼，赐过不少妃子过来，轩辕浩虽没动心，却也没承诺我漫漫先生唯我独一。而为了凡女，轩辕浩披荆斩棘，忍辱负重，等横线陨落前3个月，我才知他带回了年少时的白月光。他更亲口对我说，答应了他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轩辕浩沉默良久，开口道：恒灵，我错了。骄傲的3界之主在我跟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。你跳诛仙台那天，我才知晓，原来我一直爱的都是你。这些年我无法安心修炼，一闭上眼就看到你在我眼前跳下诛仙台，更会想起当年你为了保护我在各大显地秘境里的样子。龙族评判那次，我受了重伤，快要死了，是你挖了自己的神丹救了我，还要我答应你。轩辕浩声音有些哽咽，却又带着笑意学我当时的嘱托。你要做个好帝君，为3界众生谋福，不让龙族祸乱，否则我恒灵必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他似乎陷入了美好的回忆当中，又哭又笑。从前轩辕浩就这般，表面看着高冷，实则爱哭得很。那时候我很喜欢他的性格，觉得好萌。可如今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掀不起一点波浪。轩辕浩，都过去了，往事不可追忆，若沉溺过去，修为自然不得寸进，而你肩负的担子不容许你这般任性。恒灵，轩辕浩颤抖着身体，眸底泪光闪烁，带着恳求，就不能原谅我吗？白月我已经送走，我保证，只要你回来，我定会好好修炼，必不负你。我拒绝，你不好好修炼拉倒，这天地你不想干，多的是人想干。轩辕浩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真的无情至此。他整个人快碎了，用一种几乎卑微的姿态求我：恒灵，我们真的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了吗？没有。我轻轻一指，界碑从天而降，上刻我的大名，魔主恒灵。你是天帝，应当知道魔主与天帝势不两立。轩辕浩，你我缘分已尽，日后便各自为政吧。说完，我召来玄武，站在他头顶，升上天空。虽然我只有一丁点大，但通身威压照耀千里，修为不够的全体匍匐在地。我是魔界新主恒灵，从今以后，魔界将与各位和谐相处，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。我的声音传遍3界，而下方，轩辕浩神色痛楚，彻底明白与我之间再无可能。临走前，轩辕浩找到我，给了我一个戒指，这是贺礼。他艰难地说：恭贺你成为魔界之主。我欣然收下，继续我的魔界建设大业。我照着人间和天界的模样，我打造了魔界，并制定了铁律18项，不得伤无辜者，不得祸乱人间，不得。而蟠桃成为我座下第1位女将，她将桃夭一族带进魔界定居，成为第1批魔界住民。我接纳了一部分弱小妖族，将他们纳入魔界羽下保护。我拒绝了敖彻带龙族移居的请求。100年后，魔界欣欣向荣，一片大好，和3界互有往来，贸易发达，魔族与其他种族不再仇视。我公开为自己后宫选男人。谁说魔主就要孤独终老了？我偏要在这无人之巅上享受美男环绕的无边寂寞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